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在 GitHub 上面的开放源码码的备份工具 Copia。Copia 是波兰文的 copy 的意思，它是使用定时快照式的一个备份的机制来产生不同时间点的多个备份。这个备份因为它是使用渐进式的备份，除了第一次的完整备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以外，其他每一次的快照都可以非常快速的完成。那占用的空间也会相形比完整备份来得少很多。它可以储存的位置呢，除了本机的档案系统，或者是Google 的 Cloud Storage， 或是 AWS 的 S3 等等，也可以透过自己建立的 Web DAV 的 server 或者是 SFTP server 都可以来当做它备份的储存位置。它是免费而且开放源码，又是可以跨平台使用，因此非常建议大家来使用看看。透过它以后就可以达成跟类似使用 Git 一样的版本控制的备份，很适合不想花太多脑筋来操作 Git 的朋友们来使用。以下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Copia 备份工具。先来解释一下快照跟备份的基本差异哦。备份其实就是把你的所有资料整个另外储存起来，因此它会有你完整的内容的整个资料。假如说我们的资料有100 MB 的话，1个小时做一次备份，那所以整天就会有了24个备份，也就是占用的磁碟空间就会是20乘上100，会是2400 MB 这样子的大小。快照它是使用版本控制的概念，它只储存了有变动的部分，因此它占用的空间会减少很多。那假如我们一样是每一个小时要做一次快照的话，那第一个快照一样会有100 MB 的这个空间，但是第二个快照就会根据变动的大小，它只会储存变动大小的部分。假如说我们第二个快照只变动了10 MB 的话，那这两次快照它就会只有100加上10是110 MB， 跟原来的第二次备份的200 MB 来讲，它会少掉了90 MB。这样子24个备份下来，它这个24个快照的空间呢就可以节省很多。那快照它的缺点当然就是我必须要保留每一次的变动，因为它是渐进式的备动，它的第24个备份不会有完整的内容。如果要取到最新的内容，要把这24个快照全部通通都还原回来，才有办法找到最完整的内容。但是像 Copia 这样的工具，它就会帮我们把24个快照呢都已经会做很好的统合，因此你可以直接指定你要还原到哪一个快照点，它直接就会帮你把当时快照的整个状态呢全部都还原回来。那这个就是使用这种快照工具它的好处。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安装。它的安装很简单，只要到 GitHub Releases 里面去找到你对应的作业系统，然后下载 Copia UI 的安装档或者是 zip 档。因为它有使用者界面，我建议大家直接使用 Copia UI 来做操作，会比直接使用 Copia.exe 的命令行工具来得方便很多。然后有了这个 Copia UI 的安装档或者是 zip 档以后，你只要把它解开，然后直接执行里面的 Copia UI.exe 或者是你作业系统对应的执行档就可以执行起来了。那执行起来以后要做第一次的设定，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它的所谓的 repository 就是储存库，其实就是让我们来指定你的快照备份要放在哪个储存的装置里面。它这个储存装置有不同的形态，最简单的 file system 就是你自己的电脑档案系统，或者是 Google 的云端储存，或者是 AWS 的 S3 或者是其他的储存空间，或者是 Azure 或者是 SFTP server 或者是 Web DAV 的 server 等等，都可以透过 repository 的建立的时候来选择。选择好了以后呢，就表示你已经建立好了一个储存库，只要在系统托盘用右键功能表，然后 connect to another repository 就可以再建立第二个储存库。因此你的储存库可以指定很多个，都可以透过同一个 Copia UI 来做控制。因此可以说我们只要建立好这个 repository 以后，就是建立的储存位置。建立好储存位置以后呢，接着要再来建立它的一个所谓的 policy， 就是你的备份的机制、备份的原则或是备份的策略是怎么样。你可以针对你同一个 repository 里面可以定义多个备份的路径，然后每个不同的路径可以指定不同的备份的原则。那如果你没有特别指定原则的话，它会套用这个星号这个共用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希望所有的路径都采用同样的备份机制的话，那你就全部使用这个共用的就可以。那如果有个别的呢，你就去指定个别的备份的机制。那备份的机制里面就是有下面这么多的不同的选项可以来做设定。比如说第一个
snapshot retention 呢，它就是说你的备份的保留的机制，你每个月要保留几份备份，每个小时要保留几个备份，然后最新的备份要保留几个，它通通都可以帮你自动做好全部的管理。那做好设定以后，只要把 Copia 保留在背景执行 scheduling 呢，可以去设定多久备份一次，你是每个小时要备份一次，还是每6个小时，还是每12个小时备份一次，都可以在这个 scheduling 里面呢来做设定。只要在背景程式你有执行，时间一到，它就会自己做备份，然后它会根据你在 retention 里面的设定备份的次数，它会帮你做定时的一个管理。比如说你每1个小时要备份6个，时间一到就会帮你做备份，超过6个的它就会把旧的给移掉，然后用新的来取代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就是在备份原则里面来做设定。有了备份原则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做快照的备份。首先要做这个快照备份，第一个你就是要用 New Snapshot， 在 Snapshots 里面呢选择 New Snapshot， 在这边你就可以指定你要备份的路径。有了这个备份路径以后，就是直接点击Snapshot Now， 它就会马上做第一份的快照。那有了第一份快照以后，将来就可以来观察每一个快照它的一个备份的状态。在这个 Snapshots 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路径，每一个路径都会有一笔记录，每一个路径的记录里面会有它个别的不同的快照。像我现在这一个路径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它多份的快照。每一个多份的快照，你可以再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快照当时所有档案的状态。你要还原，你在还原前可以使用 Mount 把它给挂载起来，变成一个虚拟的磁碟机，然后可以到这个虚拟的磁碟机里面去观看一下这一个变动的差异。那如果没有问题以后，你可以点击 Restore。那这个 Restore 呢，会要求你要输入要还原的资料夹。那还原资料夹选择好以后，你点击 Begin Restore， 它就会你把当时的快照的所有内容还原到指定资料夹里面去。可以说它的操作其实是很简单。那另外它每个快照都会有 Root ID， 里面会有一串的英文跟数字，它就是所谓的 Root ID。透过这个 ID， 你就可以指定不同的快照的辨识就是透过这个 Root ID。如果要比对2个版本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差异，它目前 UI 没有办法让你比对差异，就必须透过命令行。命令行就是只要用 diff 这一个选项，后面再指定旧的 ID 跟新的 ID， 它就会把这2个 ID 中间的差异给显示出来。那透过这个差异，你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变动到底在哪个地方，可以来确认这2个快照中间到底改了什么东西。用这个 diff 呢，是一个很方便很快的了解版本差异的一个地方。那还原我们刚刚讲过了，透过 Mount 我们可以把它挂载到一个虚拟的磁碟机，确定没有问题以后，就可以点击 Restore。 点击 Restore 的时候，它会要求你要输入要还原的位置，点击了 Begin Restore 以后，它就开始做还原。这个工具非常方便，可以很快的让我们来建立快照，储存的空间又会大幅的减少，它会自动帮我们做快照版本之间的一个管理，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因此非常推荐大家使用它。今天就是介绍 Copia 定时快照的一个备份工具，希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大幅的减少你资料毁损的几率。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并且分享，谢谢各位。